好，讲到 AI 呢，来看特斯拉，还有就是 SpaceX 的创办人啊，马斯克。马斯克最近非常的红，因为他这个有可能变成全球最高年薪的执行长。好，那他就认为呢，如果人工智慧啊，就是 AI 广泛应用在经济活动，美国经济在未来5年内有望实现3位数的增长。而美国银行执行长啊，叫做 Brian Moynihan 呢，他接受彭博的电视访问时，他也指出啊 ，AI 投资在今年持续增长，明年还有未来几年可能会成为更大的贡献者。AI 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正在持续产生相当强劲的影响。各行业呢，现在已经透过这个 AI 获利的商业模型了吗？这是我想特别请教骆董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您怎么看2026的这个 AI 市场啊？现在的商业模型呢，的确不多。目前是只有辉达把它的晶片卖给 CSP 这4大业者，获取高获利的一个成就。那这第二个呢，像 Microsoft 这4大 CSP 业者 ，Microsoft、Amazon 还有 Google， 它透过 Azure、AWS、GCP， 它把做 AI 的云端服务，那就看它的客户使用多少云端，它来收费。是。那第三个呢是 OpenAI， 它是采订阅制，你要付20块美金，还是30块美金，还是40块美金，我来收你这样的费用。那它今年大概预估在100亿美金的收入，这是第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数位广告，我们知道 Google 跟 Meta， 它早就在利用 AI 精确分析每个用户的这个行为数据，用个性化广告的投放和内容来赚取它的点击率跟用户的参与程度。那这样它也可以来透过广告的来收费。是。第三个商业模式就是银行金融系统，我们知道诈骗很多，所以金融系统透过 AI 来高速的数据来分析这个诈欺的行为，还有这个信用的评估，还有利用这个 AI 来做高频交易，有证券买卖股票，你下单再快，没有人家高频交易快，这是第三种模式。第四种模式就利用 AI 来加速新药的研发，预测药物的有效性，优化临床实验的结果，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4种商业模式，但是毕竟不够普遍。它在零售业、制造业，虽然我们想要推什么聊天机器人啦，说这个库存的一个管理啊，但是目前还没有呈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那所谓商业模式就是消费者愿意去付款，这就是商业模式。那你现在唯一愿意去付款的只有20美金的 ChatGPT， 就是 OpenAI。对，你其他的好像都跟你关系不大。那在企业界，他要付，因为他要付云端的费用，他利用这个 Microsoft 或者 Google， 它利用云的计算，那它要付。那其他的商业模式都还没有出来，所以2026年AI 能不能够继续发展，就是看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对，而且现在就要看能不能有更多的 AI 相关的应用服务啊，因为应用越多的话，当然这个投入人使用的人就会越多。那刚刚也点到一个重点，就是未来的 AI， 因为现在看到，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还是在烧钱啊。投入大量的资本，但是呢，现在也在等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那当然，马斯克的说法是说 ，AI 对于未来的美国经济是绝对有非常大的帮助啊。他说是有望呈现3位数的成长，这当然是马斯克说的，因为马斯克自己也是 AI 的研发者之一嘛，哈。那所以讲到了美国经济啊，最近的最新数据显示说，美国第3季度的 GDP 飙升到了4.3%。4.3%，那这是从2023年第3季度以来的最大增长，所以呢，你就看到川普马上就发他的推文就是立刻就发文说，这代表着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面的推进。不过在此同时也看到其他的经济数据就业总增长却保持缓慢，失业率达到4.6%，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因此呢 ，KPMG 首席经济学家叫做 Diane Swonk， 他就指出，经济增长跟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已经脱钩了。尽管资金在经济中健康流动，但是却没有办法用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所以马老师，这个经济增长跟劳动力的市场它脱钩的影响是什么？就我想，现在全球特别先进国家的人口都在负成长嘛。其实AI 就是出现之后，人工智能其实补足了一部分原本应该由人力来做的事情。比方说，现在大家去餐厅，大家就会碰到送餐的机器人。可是这件事情的本质上面，
变成送餐机器人，而不是这个原本的 waiter，那其实它对你的消费是没有影响的嘛。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看这个人口渐渐的，现在经济成长模式跟这个人口劳动力是脱钩，但我觉得美国的问题并不是在它的经济成长率，是因为它的通膨太高了。密西根就这2天做出来，密西根大学预测明年的美国通膨大概会落在4.2%到4.5%之间。那换句话说，你今年4.6%的经济成长完全被通膨吃掉了。它的意义不大，而且通膨就是上一次就是 Harris 会输掉，就是民主党会输掉的非常重要的原因。Biden 是就业率史上最好，经济成长率又非常的高，可是为什么还是落选？因为通膨太厉害。从2000年疫情开始到现在，美国的通膨累加起来将近30%啊，这可能你不会有感觉，但是我说你扣你30%薪水，你就很痛苦了。事实上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要对川普来讲有意义，并不是在经济成长。他明年因为通膨的关系，很有可能在期中选举没有办法达到非常好的表现，就11月。所以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讲有没有意义？经济成长，当然成长会比不成长好，但是我觉得对美国当务之急来讲，他控制的其实失业率4.6%还不算太差啊。当然比起过去是不好，但是没有太差。但是我觉得问题最大还是在通膨，一直压不下来，它会造成普罗大众的一种反感。经济成长其实这个不断去强调这个 GDP 数字创新高，但是人民有没有实际的感受可能比较重要啊。就是台湾也是嘛，就是 GDP 我们不断创新高，可是受薪阶级这领薪水的觉得我们平均薪资怎么还是这个普啊。那所以讲到经济的部分哈，我们也来看中国大陆这边，他们最近遇到的一个状况，特别有一个提醒，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发言人李超，他近期呢就提醒一件事情，他说中国大陆呢当前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路线啊、商业化模式还有应用场景这些方面呢都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呢，随着新兴资本加速的入场啊，中国方面现在已经呢有超过150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公司，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哦。其中半数以上都是新创的，就是初创公司，然后或者是跨行，就看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市场前景可期，所以呢就投入啊，也做人形机器人。好，所以呢，必须要防范重复度高的产品蜂拥上市，排挤掉研发空间的风险啊。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件事，就是中方在 AI 领域的应用端，刚才特别骆董也提到了，应用才是未来可以让消费者拿钱出来去买的。那在应用端呢，现在中方已经开始在管控风险了，是因为预见，就是说 foresee 到产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风险，或者是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吗？它的发展蓬勃发展特别是人形机器人，过去相继举办了像这个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拳击比赛，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因此在各行业各公司觉得有利可期，纷纷投入。但其实中国大陆产业发展一个很重要一个特色就是内卷化会更加的严重。因此大陆政府这几年提出了所谓反内卷一些政策，是。他对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进行规范，就希望借由政策的引导，让它能健康发展，而不像刚才讲到的那个数据，150家，其中有半数是新创、初创或跨行进入。这一类公司有没有技术底子，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相关的评估，其实都存在问题。因此，这些公司如果放任它的发展，势必让它的内卷。比如说，之前电动车、之前太阳能产业，因为内卷产生了很多技术路线发展不成熟。比如说电动车很多华而不实的装备，是不是你完全需要的科技或设备？这引发很多讨论。那另外，由于剧烈的竞争，大家获益都减少，造成很多厂商投入大量资源，但后来被市场所淘汰。我想借由这种正常这个健康的规范，他就希望。这种严重内卷的情形，在未来人形机器人这个部分能够不再重蹈覆辙，是。而我认为这是这个有远见的一个做法，特别是这个如果内卷还是那么严重，势必让高投入、低收获或者发展水平低劣，而竞争强度越来越剧烈，这只是浪费。整个宝贵的资源，而且在技术上往往陷于一个死循环，大家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进行厮杀，
大家形成一个共输或全输的这个局面，这个是不利于中国大陆未来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对，而且建伟兄刚刚点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一窝蜂的去做哈，那你如果有技术底的话，还勉强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去研发。但如果造成良莠不齐的，就是大家的质量就是那个品质不一的话，尤其人形机器人，因为它牵扯到安全性的问题啊，未来你的家用的也好，或者商用也好，就是工业用的也好的话，这个一砸下来。